14300年前的动物遗骸在西伯利亚永冻层重现。2021年7月16日，河南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暴雨中心郑州地铁线、航空等交通网络大部分瘫痪，大雨淹没地铁站台，有乘客眼睁睁看着雨水从地铁门缝往里渗，也有乘客出现呼吸困难、眩晕等症状。而县郊乡村洪水泛滥，大雨积水有半房多高，房屋倒塌，人群被冲走，种种灾难情况让人不禁心酸。据报道，这一次特大暴雨已经超过了一整年的降水量，造成河南全省100万人受灾，死伤数字令人心痛。可以看出，近年来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中国暴雨过境，全球情况皆是如此。2021年6月下旬，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地区出现了50摄氏度高温，而科威特地区温度甚至已经达到70摄氏度。这种天气把鸡蛋摊在柏油路上，分分钟烤熟，让无数人中暑，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更离谱的是，永久冻土西伯利亚也已经解冻了，冰川和雪原消失，导致土地裸露，出现了14300年前的动物遗骸。此动物还未彻底腐烂，似狼又像狗，獠牙狰狞，面孔呈咆哮状。虽然这对人类研究史前动物很有意义，但人类更应该关注的是西伯利亚永久冻土为什么开始融化。这一切更像人类的自作自受，因为究其原因，逃不过一个现象：全球变暖。可以看出，全球变暖是地球对人类的警示。今天，小编就来深度科普一下全球变暖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会怎样威胁全人类的生存未来。全球变暖的危害正在迫近。太阳照大地，大地暖大气，大气还大地。意思就是地球和太阳以及大气层三者之间的热量传递，好让地球温暖宜人，适合人类生存。而全球变暖就是这种热量传递的现象加重了，或者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全球变暖是自然气候的变化，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不断叠加，导致这一套呼吸系统吸收和外散的热量收支不平衡，从而导致温度上升，造成全球气候变暖。2014年，联合国 IPCC 推出了一系列气候报告，表示从1900年至今，地表气温正在以每100年 0.7 至 0.9 摄氏度的速度上涨。到了1975年，这个变暖增速已经提高到每100年 1.5 至 1.8 摄氏度了。表面上看，这种涨幅很小，对人类体表温度不痛不痒，而实际上就像蝴蝶效应，会酝酿出非常庞大的灾难。假设全球气温上升1摄氏度，非洲大陆的冰雪将荡然无存，北极熊将从地球上销声匿迹。上升2摄氏度，全球第2大冰原格陵兰冰原将彻底融化。全球上升3摄氏度，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会被极端炎热导致的大火烧毁。而现在，各种极端天气已经在警醒人们注意温室效应。可见全球变暖并不是危言耸听，人们急需清醒过来，做出改变，为拯救全人类而奋战。那么是什么导致的全球变暖呢？这与人类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可以归咎为以下几点：人口的负担。人类消耗着地球，人口大爆炸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人类生存居住以及成群建立的活动范围也严重威胁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由于人口群体过于庞大，所以人类自己每天呼吸作用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就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大幅度增加。所以说，人类活动也是影响地球，并且产生温室效应的一大难关。全球温度迅速上升，对森林乱砍乱伐，
森林作为地球之肺，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是减缓温室效应的好帮手。而因为全人类大量砍森林和树木，使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树木大量减少，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全球变暖自然无法阻挡。大量焚烧非清洁能源。由于人类使用了大量的焚烧燃料，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等，导致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浓度日益增加，而因为二氧化碳的增加，也使得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自然无法逃脱全球变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人们不采取正确的措施，导致淡水资源被污染。比如，人们开工厂的时候，会把有毒有害的化学废水排进海洋里。之前也发生过海洋上的邮轮漏油的重大事故，以及2023年日本的核污水排向大海。所以，人类一些不正确的海洋活动，直接导致了海水变酸，进一步致使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采矿活动，这个大家可能预料不到，像煤炭、石油或者其他矿物从地下开采出来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甲烷被释放出来。因为这些矿物本身含有甲烷，就会对臭氧层产生影响。众所周知，臭氧层有吸收紫外线辐射的作用。如果没有臭氧层，太阳紫外线过强，不仅会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升高，还会导致地球生物发生癌变。土地遭破坏，农业生产不合理，造成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由于过度开垦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和过度放牧，人类活动继续对植被造成破坏，土壤侵蚀降低了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从而降低了土壤生物生产力以及维持生产力的能力，因此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最终演变成荒漠化和气温上升。除去人为因素以外，太阳黑子也同样有着一定的影响。太阳表面有不同的像斑点一样的黑子，阻碍了危险的太阳等离子的形成。而现在，太阳黑子正在逐渐变弱，无法阻挡太阳的等离子，这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全球变暖，非一日之乱。前面所讲述这些复杂因素，除了太阳黑子，均和人类关系密切。归根结底，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们砍伐森林、建造工厂、排放浓烟，大量焚烧石油、天然气等非清洁能源，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这种不计后果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苦果，也只能由人类自己承受。14300年前动物现世是严重警告。我们之前提到，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出现融化现象，并且在冻土里发现了14300年前的古生物遗骸。其实，出现史前动物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恐慌，因为这种史前动物只会出现在深层冻土，浅层冻土是看不见它们的。可见，目前全球变暖到底有多严重。不仅如此，冻土层融化还会引发甲烷这种易燃易爆的气体，而专家们因此对渐渐融化了的冻土进行了一些质量上的测试，发现融化了的冻土含有很多十分可怕的病毒，已知的病毒有天花，甚至还有很多未知的病毒。如果这些病毒感染到人类身上，后果会非常严重。可以看出，古生物遗骸的出现是对人类的一次严重警告。那么，除了冻土引发的病毒之外，全球变暖还有什么具体危害呢？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全球变暖会导致气温升高，而气温升高所带来的热量会让空气暴动，也让海洋不安分起来。这样会形成巨大的台风、飓风以及海啸等等灾害。目前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全球变暖是最直接因素，而海啸和台风的到来
不仅仅会对建筑物和人类生存造成威胁，还会引发其第二次灾害，比如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都会对人类的经济社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引发冰川融化，就连西伯利亚的冻土都已经融化了，冰川自然也会融化。正常的水循环是夏天冰雪融化，流到地下变成地下水资源，然后冬天再以蒸发的方式回到山上变成冰川，如此循环往复，健康生态平衡。但是全球变暖之后，加速了冰川融化过程，这样就打破了平衡，导致夏天融化的多，而冬天积累的少。如此一来，虽然表面上看淡水资源变多了，但是长久来看，人们可以饮用的淡水地下水资源反而变少了，这就会引发人类淡水资源短缺。气温上升就会导致蒸发量变大，虽然蒸发量变大对海洋没有影响，但是对一些少水的陆地地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这会引发干旱大灾难，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最后引发粮食短缺问题，然后催生无数难民逃亡，这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定。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会急剧上升，大量杀死微生物，破坏正常生物链，导致恶性循环。可见全球变暖的危害不容忽视，人们是时候敲响警钟，采取解决措施了。关于全球变暖，2009年紧急召开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此次会议被誉为最后一次拯救人类机会的会议。其实，国际社会对待全球变暖有着态度的变化，采取措施方面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是加深各国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理解，并建立改善问题的共识。第二是把全球变暖的问题纳入讨论的重点项目之中。第三是1990年到1992年6月，联合国签署了一些关于减少污染物排放以及治理气候的相关条件。除了宏观层面，节能减排、遏制全球变暖也落实到了每个人身上。首先是发扬人们积极投入环保事业，地铁商超宣传环保知识，宣传二氧化碳是如何影响气候，气候变暖是如何给人类带来环境灾难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其次，政府在生活中采取限制碳排放的措施，大力发扬坐公交、骑共享单车，节约用电以减少发电的燃料消耗，也在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为了减缓全球变暖，人类一直在做出相应的努力，试图补救曾经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从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的消融，到21年河南郑州极端特大暴雨，可见全球变暖现象不容忽视。人类是时候结束狂妄和自大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即使地球气候极端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地球依然存在。但人类如果离开地球，将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场景。